譬如喺美國咧，一啲醫學院其實早10幾20年咧，佢哋已經用好多針灸啦。甚至譬如係好出名嘅哈佛啊，或者係啲 Mayo Clinic，其實佢哋用一啲針灸去配合，譬如話醫啲關節炎啊，或者係啲化療後副作用咧，佢哋做嗰個時間仲早過香港。如果你睇翻成個世界嗰個醫學嘅發展，其實係中國喺嗰個外科手術咧係領先嘅。咁只話後來嘅技術當然冇西醫做手術咁好，就式微咗。對抗癌症，唔少人會選擇西醫治療，通過化療去直接殺死癌細胞。但係亦都有啲人咧會擔心咧副作用，所以會選擇中醫比較溫和嘅治療方式。到底兩者係咪只可以二選其一？如果我哋結合，會唔會產生啲咩問題呢？所以我哋今日邀請到註冊中醫師，亦都係腫瘤科醫生蘇志謙醫生，同我哋講解一下嘅。Hello， 蘇醫生。Hello， 你好，主持。蘇醫生，我知道咧，你本身咧係讀中醫，後尾咧就轉攻呢個西醫啦，再讀埋呢一個專科醫生。點解你會有呢個諗法嘅？我有呢個諗法咧，係因為其實國內都有啲叫做專家，除咗有中醫嘅嗰個學術之外啦，背景亦都有一啲西醫嘅訓練。咁所以嗰時我諗不如我就試下行一個中西結合呢條路啦。我臨床方面都係希望用中西醫兩方面嘅方法咧，主要去幫助癌症嘅病人。咁但係大家都有個疑惑，到底中西結合係咪真係得咧？因為好難不切咁你知。其實所謂我哋定義咩叫中西醫結合先咧，或者有啲人就叫中西醫協作或者合作。咁我諗起碼有兩方面嘅層面啦。第一方面就話喺嗰個醫療服務嗰方面，能唔能夠兩方面係配合或者係互相合作啦？咁譬如話而家醫管局都有一啲叫做中西協作嘅先導計劃，譬如話係中風嘅病人可能康復期間咧，配合中醫嘅針灸，又或者癌症病人有啲舒緩嘅情況之下咧，亦都配合啲中醫嘅方法。其實喺外國啲地方咧都有唔少嘅。譬如喺美國咧，一啲醫學院其實早10幾20年咧，佢哋已經用好多針灸啦。甚至譬如係好出名嘅哈佛啊，或者係啲 Mayo Clinic，其實佢哋用一啲針灸去配合，譬如話醫啲關節炎啊，或者係啲化療後副作用咧，佢哋做嗰個時間仲早過香港。反而喺香港就係啦，香港其實咁多年嘅歷史問題就比較係慢少少。我有聽過一個德國嘅腫瘤科醫生咧，咁佢分享佢用藥都係一邊做化療，佢一路都開中藥俾人食嘅。其實唔係淨喺華人地區，有時喺北美或者歐洲都好多人去支持呢個中西醫結合。第二個層面，我從個病嘅或者係個醫學方面咧，去了解中西醫兩方面咧，去點樣睇個病。譬如一個肺癌嘅病人究竟我會諗呢個病人可能佢係有一啲基因突變引起嘅，咁我要用標靶藥去治療啦。但係中醫方面睇，原來呢個病人可能係肺炎、肺氣亦都虛弱。咁我有冇啲即係中藥去配合咧，去幫助改善個體質？咁所以再一個層面嘅一個中西結合就係話喺個病裏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將中醫西醫兩方面形式慢慢拉埋？咁但係啲人咧成日都話，如果用中醫治療咧，我哋就唔切癌症㗎啦，即係唔切除個腫瘤，唔做手術。咁呢啲咁溫和嘅治療方法係咪真係得㗎咧？嗱，我哋有時聽一啲譬如病人都話我建議都係帶瘤生存啦。咁但係呢一方面就要睇個病情同埋咩嘅疾病啦。譬如話今日啱啱睇咗個係前列腺癌嘅，係個早期嘅前列腺癌。其實嗰個病人佢就好希望話用中藥控制住啦，佢就唔想做其他西醫嘅治療。但我就同佢解釋其實你個病咁早期，你做電療又或者甚至做手術，其實兩樣嘢都真係90%以上係可以根治到個病。與其你去帶瘤生存，你不如就索性做一啲叫根治性嘅治療，治療咗佢。咁你話將來佢會擔心有副作用，咁我哋可以用中西醫嘅方法去幫佢，咁就好過咧。你有個病明明係早期醫得好嘅就唔醫，其實佢始終有機會會擴散或者變大，到時咧嗰個症狀好犀利。所以我建議有啲情況之下咧，其實應該咧係就算喺西醫同中醫嗰度咧，都應該係做一啲叫做局部治療、切除或者係電療。咁如果有講少少歷史啦，咁其實你話中醫係咪真係唔做手術咧？咁樣其實如果你睇翻歷史喺中醫大概2000幾年前開始啦，到宋朝其實係寫好多用手術嘅方法治療疾病㗎。中醫都有手術？中醫淨係中醫，因為當時如果你睇翻成個世界嗰個醫學嘅發展，其實係中國喺嗰個外科手術咧係領先嘅。
絕對領先嘅。正如你都有聽過，可能華佗係第一個麻醉醫生啦，因為佢發現個麻痹散咁。起碼宋朝之前嘅中醫咧，你睇翻啲舊嘅古書都係有啲瘡瘍啊喺手啊，或者預防啲乳癌啊，其實都係建議係切除嘅當時。咁只話後來嘅技術當然冇西醫做手術咁好，就式微咗。咁所以喺呢方面睇咧，其實中醫都唔係完全抗拒個手術嘅，但係就要睇個病人嘅適唔適合。因為始終我哋講到尾，抗癌醫學唔係話淨係想整走癌，淨係想個病人無論生存啦、生活啦、生存個期盡量長啦、生活嘅質素盡量好啦，呢兩方面都要注重。所以我哋即係腫瘤科又好或者中醫咩都好，都唔係想醫個病，其實醫個人。原來係咁，咁但係有聽過啲人話咧，中藥方面咧其實有啲抗拒西藥一啲新型嘅藥物啦，亦都話咧中西藥咧撈埋一齊咧有衝突㗎，就傷害病人。其實係啱唔啱嘅咧？我先講中西藥互相衝突啦。冇錯，我哋西醫特別係啲抗癌藥咧，好擔心話，譬如話有啲乳癌做緊一啲化療，譬如紫杉醇類嘅化療，咁佢會有機會傷到肝啦。如果同時間中藥你又用一啲有毒嘅中藥，譬如話黃藥子，咁呢兩隻都一齊用，咁梗係唔得啦，因為兩隻都對肝有毒性。事實上，因為而家經過咁多年嘅研究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知道，只要喺適當嘅份量同時間用嘅控制方面控制得好咧，其實嗰方面中藥嘅毒性咧係可以控制得到。另一方面，咁現實上嘅臨床咩方法盡量去減輕呢一個兩者會撞嘅機會啦。第一就譬如就係講啦，如果毒上加毒嘅毒藥就唔好啦。第二方面就係睇個時間啦，譬如有啲口服嘅標靶藥，如果你食咗又要去食中藥嘅話，最好就盡量隔2至4個鐘啦。咁當然你話隔開食都唔能夠完全避免血液入邊嘅一啲我哋叫 drug herbs interactions，但係我哋做嘅嘢只係盡量減輕。咁第三方面就係你其實個病人會不斷翻嚟覆診，咁無論佢食緊西藥中藥，其實有時癌症病，我更加建議佢定期驗下啲肝腎功能，或者睇下冇啲額外嘅副作用。如果一路臨床方面個病一路轉好嘅，佢自己嘅症狀亦都好轉，咁其實就唔需要太緊張呢。因為有啲病人咧好擔心話俾西醫知我睇緊中醫，咁佢哋兩邊又開緊藥喎，咁佢哋點樣可以避免撞嘅呢個問題？呢個係大問題嚟嘅，其實，但係而家就相對慢慢就好啲嘅。其實我俾病人建議一般就係你坦誠咁講。一般而家嚟講，因為大家溝通多咗，通常都會有話，譬如可能個西醫甚至介紹，不如你揾下邊個啦，我同佢可能都識嘅咁。希望大家兩方面都可以多啲互相了解咯。係啊，互相了解好緊要。咁冇錯係我成日係有呢個問題，咁但係希望隨住大家越嚟越多溝通，就可以即係迎刃而解咁樣。咁有時我聽到啲病人話可能中醫藥係咪唔建議做化療啊？唔建議做電療，唔建議做手術啊？咁我又從歷史角度講啦。咁你中醫第一本書《神農本草經》啦，咁你估有幾多隻藥喺嗰度？100零。係，其實當時有360隻藥度，咁佢分上中下360隻藥。咁你當年中醫電機嗰本藥書係360隻。咁到明代嘅呢個《本草綱目》啊，咁已經係有5000幾隻啦。突然間咁多嘅？唔係突然間，嗰個食嘅時間係爭好遠嘅，係好多年嘅嗰度。咁到今日嘅藥典係超過1萬隻嘅。咁即係話其實個中醫都唔係一成不變嘅，佢係一路轉變嘅，一路有新嘅嘢加入去咯。再講近代少100零多年前有即係早期民國年代喺清朝末年嗰時啊，其實係有一啲叫中西醫匯通派嘅醫生就話。佢嘗試用中醫嘅理念，譬如阿士匹靈，佢去分析呢個屬於清熱藥，可以醫到感冒嘅解表。既然我哋呢千幾年都有咁多學派，冇理由話到我哋一代你就清朝之後我哋就斬咗啦，一刀切唔再進步啦，唔可能。好多時譬如國內嘅醫生，譬如佢哋都做過一啲研究咧，就話肺癌病人食一啲口服嘅標靶藥咁最擔心嘅問題就開頭食就好有效啦，過咗年幾兩年開始有抗藥性。咁樣應該係上海邊做，就係用一啲嘅中藥藥方，同時間配合個西藥嘅標靶藥一齊用。佢哋研究發現咧，原來可以延長嗰個抗藥性。大家揾嘅方法可唔可以咧係配合到互相配合，令到咧嗰個療效更加好。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咧，用西醫治療咧會好大嘅創傷性，即係嗰啲化療啊、免疫治療。咁其實咁恐怖，我哋係咪真係唔好用啊？其實西藥而家醫癌嘅幾種藥啦，有化療啦、標靶藥物啦、免疫治療啦。仲有啲新型化療加標靶2合1藥啦，咁當然每樣藥都有唔同嘅副作用啊。咁但係西藥方面咧有個好處就係話，一般每一隻藥其實有晒指引，譬如話要按身高體重計個劑量啦，肝腎功能如何可能需要減藥啦，
俾咗之後有咩唔舒服，要點樣調校隻藥。譬如話有啲免疫治療打咗之後可能會甲狀腺功能低嘅，咁我哋其實都知道頭3個月出現機會都比較高，咁每3-4個星期驗住甲狀腺有問題，要食翻啲補充劑，又可以繼續做。咁西藥嘅好處就係好多時好清楚究竟有幾多機會有啲咩事，一有咩事應該點樣去處理係好清楚咯。咁當然我哋中醫有句説話，適用嘅砒霜都係補藥嘅，係啊。咁即係所有啲藥唔係話毒性有就一定唔用咧，睇你識唔識用啦。當然你亂咁嚟，自己亂咁食藥，咁當然一定有問題。咁譬如講下化療啦，咁好多人以往都好驚個化療，其實有一啲嘅化療其實都係喺個呢一啲叫中草藥嗰度提煉嘅。譬如話乳癌常用嗰個紫杉醇類，咁佢咧其實係嗰類嘅藥係同呢個紅頭杉即係中藥，有啲中醫都仲用嘅一啲草藥咧係嗰度提煉出嚟嘅。哦，即係個成分嘅。個成分係嗰度一樣，所以有啲人有啲中醫去醫個譬如乳癌或者其他癌症都會用呢個紅頭杉，其實佢基本上都係一隻草藥嘅化療。咁即係説明咗其實中藥有時醫癌咧都係主張以毒攻毒，亦都喺度同各位即係觀眾講咧，千祈唔好自己亂咁買啲藥去煲，亂咁食，因為中醫係識得計個份量啊，用幾耐，同埋有啲咩藥可以解啲毒。如果唔係咧，自己亂咁煲藥咧，係真係會出事。但係好多人咧好擔心佢哋做完化療就會冇胃口啊嘛，因為保持個體重其實好重要。如果你體重過輕嘅時候咧，你可能對抗個癌症就會弱少少。咁可以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係啦，好多人擔心就係做咗化療會嘔得好犀利啦。咁其實而家絕大部分嘅化療咧，配合啲新型嘅止嘔藥咧，其實好少嘔嘅。我同個好多病人都講話8-9成你都唔會嘔。咁通常我建議病人咧，呢幾日咧有其他方法可以幫，譬如中藥針灸嗰啲都幫得到。但係如果都仲係有啲咁嘅反胃嘅症狀咧，其實咧係可以暫時嘅食少啲先咯，仍然要食嘅，但係食少啲，因為通常過咗4-5日咧個胃口會翻嚟。咁你之後咧就追翻啲食量啊，體重咪 OK 嘅啦。咁所以係啦，唔需要太擔心。一般尤其是每做一次化療，通常醫生都會睇翻你嘅體重有冇改變啊，胃口點啊。如果當然體重減輕，甚至嘔得好犀利咧，通常有其他問題，會唔會有其他癌症嘅併發症或者啲其他嘅感染，反而未必係完全嘅化療引起。總括而言，我哋唔應該排斥中醫或者西醫嘅治療，應該互相取長補短，互相配合先至係最好嘅治療方法。今日多謝蘇醫生同我哋講解咁多。如果你中意我哋短片，記住分享俾你啲朋友，亦都要訂閱我哋健康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